这是100万美金一栋的传统独栋别墅，它建于1970年，看上去装修样式都有点老。这同样是100万美金一栋的全新别墅，它设计上看上去现代很多，但是呢，土地面积比较小，而且土地是共有的。同样是100万，2栋别墅，你会选择哪一栋呢？我是做实验做人，大家好，我是Maggie姐。那最近大家是没有发现哈，在你们的小区里面突然间就多了很多这种小白房子、小灰房子、小蓝房子，然后呢都是一片一片，然后都是全新的小房，大部分呢都在2000尺以下。那这种房子呢，其实我们可以管它叫 DADU， 就是 Detached Accessory Dwelling Unit， 也是我们这几年哈最火的一个词之一。那以前的 DADU 可能是作为 Single Family 它的一个附属品的存在，那以后的话 DADU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角。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啊 ，ADU 或者 DADU 它的兴起，其实呢就是从2019年的时候呢，西雅图就首先放开了对 ADU 的这种建设的一个管制。其实呢，也就是 City 它想要鼓励你们可以在原来的这个 lot 上面再建一个小房，这样呢就会有更多啊，这我们叫 affordable housing， 就是大部分人可以负担得起的这种住房条件。那后来呢，就是到2023年的时候，华州呢就颁布了一个法律叫 HB 1110法案。那它呢，也就是要求哈，所有华州这些城市，只要是人口超过25000人的 HB 1110，必须得在7月1号开始，在华州这些大城市开始实施。那它为什么会有 HB 1110这个法案呢？实际上简单一句话，就是房子不够了，而且它不是一般的房子不够，而是我们叫 missing middle housing。什么叫 middle housing 呢？现在市场上大部分产品哈，要不然呢就是那种高层公寓啊，或者是这种很小的 condo， 要不然呢就是 mega house 啊，动辄3000尺、2500尺以上，甚至4、5千尺的这种大房子。那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给大部分的中产家庭提供像这种100万左右的这种刚需房。那这样的房子呢，现在的选择在很多城市都是非常的少，特别是新房，对吧？所以说呢 HB 1110法案最终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城市密度，然后提供更多的 affordable housing。所以大家看到的，在你的这个城市里面哈，新建起来这些小白房子们，它都比较小，这样呢就可以降低它整体的这个价格，让更多的人可以负担得起它们。那毕竟哈，你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也不能说我就不停的在往外扩建，像摊这个大饼一样，肯定最后呢就要走到这个密集型。特别是像西雅图这种城市，它其实呢有很多的地理的受限，有非常多的湿地啊，有非常多的森林啊，我们不能都把树都伐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最终还是要在这个密集型上面去动手动脑筋。那我们看过一些报道哈，到2044年呢，我们是需要再多100万套住房。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就有了 HB 1110法案。那 HB 1110法案它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原来在一个 lot 上面只能建一个 single family， 现在呢你可以建4到6套小的 unit， 甚至更多啊。那什么样的地块可以建更多更密集型呢？实际上就是如果说您离这个公交主干线特别近，比如说步行10分钟，或者呢您可以提供这种我们叫 affordable housing， 就是可支付型住房。在这样的地块呢，您就可能建6户甚至更多的更密集的这种住宅。那这种建这种住宅的形式其实非常简单哈，你可以建什么双拼、3拼、4拼，或者呢就是在我原来的这个大房的 single family 边上，我建一个DADU 或者建一个 ADU 哈，就是 ADU 其实就是跟它连在一起的这种小型住宅。或者呢，像Maggie姐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哈，就是把我原来的这个房子整个拆掉以后，我去建几户多户的这种我们叫 unit subdivision， 然后建成像一个小区一样。这也是很多在 Kirkland 和西雅图非常流行的一种建筑方式。那2023年 HB 1110法案刚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西雅图和 Kirkland 就是它的试点区。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哈，那现在已经是2025年的7月份，也就是说华州所有25000人口以上的城市呢，也都有开始执行这个 HB 1110法案。那就很多朋友啊，还有客户也问我说哈，就是那这个法案实施以后，可能对我们州的价格啊，对吧？库存还有这个社区外观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其实呢，我的看法是，首先你说这个价格 ，Kirkland 自从23年开始做这个 HB 1110法案以后，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除了到了这个应该说1个月前，依然是东区涨得最快的一个城市之一。在房价上面，所以说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它其实是提高了这个城市土地的 value， 因为我在这个土地上可以建更多的房，那它的潜力就更大了。那第二呢，我们再说库存哈，那能够建更密集的这些户型以后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库存。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像东区的大部分城市，基本上都是少于4个月的库存量的，所以说呢，在整体的这个西雅图的情况来看哈，这个4个月的库存量也依然算是属于中等或者比较低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我觉得增加库存呢，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儿，而且呢，其实它增加的是这种刚需型的这个住房的库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最后呢，对这个社区环境其实也是很多我的客户啊朋友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点。那毕竟哈，你说房子建得越来越密了，是不是会让你有一种不适感，是吧？密集恐惧症的感觉。我觉得呢，主要还是要看说它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社区，实际上房子非常老了，40、50年代的、50、60年代的，那种房你觉得好看吗？你可能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干净整洁。那如果说能够统一的规划一些，然后呢又可以建成这种比较像 single family 这种方式的房子，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漂亮的。那当然了，全都建成像西雅图似的 townhouse， 肯定是不好看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也看设计吧。我自己觉得设计的好看呢，其实对这个社区整体的这个价值和 value 是有提升的。OK， 那现在呢，我们是回到了车里。那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哈，我去年也是买了一套投资房在 Redmond。那我的计划呢，其实也是想利用 HB 110法案啊新的这个规则啊，特别是在 Redmond。那从2025年7月开始呢，法案正式实施了以后，我们就会申请把我原来的买的这个房子把它拆掉以后呢，建4个这种小的，算是 DADU 啊，或者算是 cottage。然后呢，我们已经把设计图做的差不多了，现在正在申请阶段。那今天呢，我就邀请了我的设计师肖毅啊，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就是 HB 110法案，特别是这个新的7月1号开始实施的，跟之前有什么区别？那会给我们这边的房价库存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哈？那现在我就拨通他的电话。那肖毅，今天呢，就是我正好呢，也是给大家录这个 HB 110法案的视频，然后呢，就说想邀请你来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问题哈。然后呢，也是因为你也是专业人士嘛，我相信你的回答对观众都很有帮助。首先呢，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在您的这个接触的这些案例中，哪些城市目前对110法案的反应是最快的？然后有没有一个就是成功案例了？已经就是哪个城市已经推出了，或者是批准了某一个工程？所有的城市都非常积极地响应了110法案。那么尤其是到今年6月底之前，那么已经有57个城市已经完成了他们各个市的相关的法规的更新和调整。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法规都已经生效了。我觉得接下来华州已经正式迈入了一个 middle housing 中型住宅的时代，可能会有一大波的中型住宅的建设热潮。最近你也了解到，就是我们上周帮你递交了你在 Redmond 的一份中型住宅项目的这个申请，那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快的获批，然后尽快动工。那就正好就是引出我下一个问题哈，就是那在这个新的法案开始实施以后，您有没有觉得在流程的审批上面跟之前有了不同或者简化啊？那听上去好像是的，确实有简化的过程。那么比如说西雅图市议会，然后土地使用委员会，他们还在推行一些试点的计划，然后专门为中型住宅还有其他的35类的这个住宅项目开设这个快速审批通道。那么科克伦跟 Bellevue 他们也行动了，他们把简化建筑许可流程这么一个议题列为了他们的政策重点。那么我想以上这些政府的行为，他们都将积极的为扫清制度上的这个障碍做出这个贡献。那听上去政府还是非常支持，就说现在大家很支持这样的一些项目，对吧？因为这个110法案本身也是他们推的。其实像我这样的想去就是重新建4个6个这种unit 做 unit lot division 的人，其实还是比较少，对吧？那大部分像我的客户呢，还是想做这个，比如说加个 ADU 或者 DADU， 这个是可能大部分人的需求。那如果我是一个普通屋主，我现在想建一个 DADU 在自己的这个后院里，我应该第一步做什么？通
通常呢 DADU 和 ADU 是今年之前大多数的客户的一个有效的选项，因为在很多城市 DADU、ADU 他们都可以建完了以后，然后独立的出售。尤其像 Kirkland，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为客户这个减缓经济压力的一个做法。那么今年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客户，然后他是2月份来咨询我们的。那么他在西雅图有一块6000多尺的住宅用地，他就是在后院加建2个 ADU， 用来出租或者用来出售。那么当时我了解到西雅图的这个法规正在更新，那我说到6月30号，我跟你更新一下这个法规有没有对你这个宅基地更有利的政策。那么到6月30号，确实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更好的政策，我也分享给客户了。那么现在这块地呢，它可以建多达6个中型住宅单元。那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 quantity， 所以呢，我们就帮这个客户制定了一套整体设计、分布施工的策略。因为客户他本身的资金是有一定压力的，他的资金可能只够每一次建2个 ADU， 那么所以我们呢帮他设计的是在第一步完成这个整体设计以后，把整个建造过程可以拆分成2到3个阶段来完成，可能每次投资就是在100多万的左右，那么他总共投资在300多万嘛，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客户分散投资的压力和风险。那么同时呢，也帮他大大提升了土地的整体价值。所以说，其实听上去就是第一步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找设计师，然后了解一下我自己这块土地到底能够建什么样的地，或者是建多少 unit， 这个其实就是第一步。因为1110法案比较新，所以呢，建议找一位比较熟悉1110法案，并且了解当地法规的建筑师。因为每一个 city 它更新了，它跟1110法案不一样。那么，当一位建筑师他对这2个法案都熟悉的时候呢，就可以对你这块地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可以罗列一些您发展的可能性。就像当时我帮您罗列了，可能有48种大大小小的可能性。对，那么同时对设计方案、审批流程、施工周期、投资成本各方面的因素，那么找出更有利于客户的最大收益的这么一个选项。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建筑的成本问题，是吧？就是说像您的客户他也要考虑他的资金。那如果说我现在想做这个事儿，那我怎么来计算我大概的一个建筑成本呢？还包括您的这个审批的这些成本。这个成本呢，我觉得它既要从经济上考虑，也要从时间上考虑，因为时间也是很高的成本。那么现在目前中小型多户住宅的这个设计和建造的成本呢，大概是在330到350一个 square foot 之间。整个的开发流程大概分为3个阶段。那么一个是设计，一个是审批，一个是施工。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呢，主要现在第一步要走就是分底 Unit Lot Subdivision。110法案主要推的就是这个 Unit Lot Subdivision。那么我们公司呢，大概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来做总体规划和准备分底报告。完成这一步以后呢，就去 CD 去审批。那么在同时呢，我们可以开始建筑设计的这个周期，通常需要3个月。来完成方案部分和审批图纸这2部分。那么这一部分也是单独的，相当于递交 permit 递交审批。这2部分单独交给了 CD 以后呢，通常每个城市的审批流程它的速度不太一样，但通常在12周之内都可以得到回复，或者呢就直接获批了，或者呢给出一些微调意见。所以从开始设计到拿到许可，就 building permit 这个过程，差不多准备12个月左右，12个月之内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施工阶段。对于总建筑面积在1万内的项目，如果建造团队经验比较丰富的话，一般在1年之内可以完成建造的。所以呢，我们从头开始，就是说从项目的启动、设计、审批到最终完工，整个周期大概在2年左右。这也是目前相对风险比较可控的开发的这个时间周期。所以说就是基本上你要留出1年左右的审批时间，然后1年左右的一个开发时间，就差不多是这样。对。那您觉得在华州以后会这个 mid housing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您在帮我设计的这个 Redmond 的这种项目，它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主流吗？我觉得在华州 middle housing 一定会越来越常见的，而且在很多的城市区域可能会成为主流。那么不光是因为它这个法案推动，更重要的是它填补了这个市场的空缺。那么我觉得它将成为我们接下来华州住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嘛，就是我要么只能去住这种小的 condo， 我要不然就住 mega house， 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您说是这个市场也好啊，或者说对吧，需求的确还是很缺失的。您在设计这些包括您帮我设计我 Raymond 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你觉得设计这种项目的有没有一些挑战呢？比如说私密性啊、采光啊，就是各方面的一个权衡。你有遇到什么挑战吗？就是我们有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型住宅通常呢都是造在传统的低密度社区里面，那么它的建筑外体量啊、前院尺度啊，还有这个人多了车辆噪音啊，这些对邻里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个设计去减弱或者优化这些影响，从而呢不让邻居感到有很强的这种压迫感，或者说影响他们的房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关键，能不能这个项目得到社区的认可和接受啊，这也非常关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中型住宅的开发，它这个设计需要在这个功能、美观、法规要求、邻里关系之间啊，要去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我当时就很 appreciate， 就是您给我设计的时候也有很多方案，我记得可能有4个还是6个，就是这个设计方案，就是其实就4栋。其实我那块地也就1万尺多一点啊，然后就这么4个小房子摆来摆去，但是呢，就是您都考虑到，比如说每一户的采光，每一户的私密性，对吧？然后我们也讨论了，就是说互相之间能不能看见啊，就是哪些窗户会对着对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这个开发的 developer 他都应该想到的啊，然后建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些 challenge 啊，这些买家他住进去以后的这些挑战。因为我设计时候都是相当于把我自己放到这个位置去，然后我相当于就是买家，我去考虑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想要什么，然后以此来提升我们的设计品质。对，特别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很私人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就是今天您有这个选项啊，就是去住到我们 development 类似的这样的项目中，您会选择住这样的住宅吗？我觉得这个 middle housing 啊，就是中型住宅，它是让我也比较向往的这种住宅类型。因为首先这种中型住宅它地段比较好，那么这些地段通常没有200-300万都买不到新房的这个位置啊，地段是非常好。那么我们 middle housing 做出来以后，价格应该是比较亲民的，应该跟原来的这个 single family 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价格优势的。那么同时啊，加上设计如果还能够保证它的功能性啊、私密性、舒适度，那么同时还能对这个节能、后期维护都有所考虑的话，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远远高于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单户建筑。我们这个 middle housing 它还能保留比较好的邻里感，那么这也是跟大型公寓啊相比较，它有比较大的优势。我觉得对于现在的需求，就是在 downtown 工作的人，他们又喜欢便利，然后社交，然后多元，尤其是上班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节省啊，然后中型建筑可能是比较有利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选择。对，我同意。我觉得这个如果设计的好啊，是吧？然后你考虑的周到的话，我觉得会是很多年轻人啊，特别是就是说他不需要太大的房，然后又想住新的，然后又不想太多打理的话，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的，非常感谢肖毅你今天的时间。然后这里也做个广告哈，那就这周6我们要在Bellevue 开一个讲座，然后我们也请到肖毅本人，然后来给我们就是做这个 keynote speaker， 然后到时候那就请肖毅再多给我们讲解一下 HB 110法案的很多的实施的细则规定啦。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好，谢谢 Maggie。好，那就先这样，周6见。